转眼间，乌军反攻已经过去100天，取得的战果也不算少。但到了今天，乌军似乎打不动了，尤其是扎波罗热与顿涅茨克方向。没办法，兵力不足，装备不够。既然如此，倒不如换个方向试试。也许在其他方向，俄军的防御并没有那么严密。与此同时，第2种北约先进战机也要援助乌克兰了，目前已经训练乌军飞行员了。树挪死，人挪活。当一件事在某个方向做不成的时候，也许换个方向会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所以，已经反攻100日的乌克兰琢磨着如今的进攻方向有些推不动了。严格来说，乌军在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也不是真的打不动，只是需要的代价太大了。罗伯基涅虽然拿下了，但俄军依旧占据着主动。相对来说，巴赫穆特的状况还好一些，南部的克里希夫卡已经基本掌握在乌军手中。根据巴赫穆特前线的车臣指挥官宣称，在乌军猛烈进攻下，位于城区的俄罗斯守军面临着巨大压力。从大反攻开始，乌军就在巴赫穆特周边集结了大量精锐部队，但在俄罗斯强大的防御体系面前，乌军一直没能找到一个突破口。在这种情况下，乌军在这个方向的整体战术还是趋于对城内俄守军进行围而不攻。但在进入9月份后，乌军反攻开始突然加速，集结在巴赫穆特的精锐部队开始行动，从多个方向向俄军发动冲锋。在经过乌军全方位进攻之下，俄军防御相对薄弱的环节暴露在乌军眼中，成为进攻的主要方向。9月13日当天，这些俄罗斯守军遭遇了最危险的进攻。乌军集结精锐兵力和在北约武器帮助下，不断扩大在巴赫穆特南北2翼的军事控制区。在乌军明显有备而来这种情况下，俄军火力优势不断减弱。最终，俄军在巴赫穆特兵力不足的短板显现出来。按照乌军的战略意图，是打算先占领巴赫穆特的南北2翼高地，然后利用远程火力对俄罗斯守军实施打击。所以在乌军先锋部队成功占领克里希夫卡和安德烈夫卡重要据点后，乌军大部队火速支援并进入阵地，以此为据点继续对俄军乘胜追击。一旦乌军将2翼高地上的俄军全部清除干净，接下来乌军炮兵就能大显身手了。9月14日，乌克兰军队从巴赫穆特向南推进。车臣指挥官坦言，这是他所属部队从6月份进入巴赫穆特以来遭遇到的最严重危机。无奈之下，俄军只能出动战略预备队来应对乌军的猛烈进攻。9月15日，乌克兰总参谋部宣布，乌军发动了闪电战，在经过2天激战之后，成功占领了安德利夫卡，给敌人造成了重大的人力和装备损失，并在已到达的边界上巩固了自己的阵地。这座村庄位于巴赫穆特以南14公里处。拿下此处将对巴赫穆特的俄守军造成极大压力，包围威胁正在形成。与此同时，乌军还将目光放在了大诺沃希尔卡以南、旧马约尔斯克以及乌洛扎因一带。其实这个方向是乌军6月反攻之后最先取得明显战果的战场，但在8月中旬乌军攻克乌洛扎因后，这个方向就再也没有向南取得进展。从各方消息来看，乌军一直在朝着乌罗扎因以南的扎维特内巴赞尼亚进攻，同时还向东部的新顿涅茨克和新马约尔斯克、西部的普里尤特涅发动试探性攻击。只是相较于扎波罗热方向，进攻的规模并不算太大，所以并没有吸引外界的目标。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乌军又开始新顿涅茨克和新马约尔斯克向俄军4个旅的侧翼发动猛烈进攻，打算突破俄军侧翼的防御空当，穿插到俄军防御部队的后方，从而一举包围这4个旅。在意识到乌军意图之后，俄军数千人连夜撤离交火线，向扎波罗热南部快速移动。在南线与东线陷入僵持之后，乌军重新将目光放在这里，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这里可能会成为打开战场局面的关键。大诺沃希尔卡直通马里乌波尔，只是进攻路线要比罗伯季涅到梅利托波尔长，所以乌军才没有将重点放在这里。再加上乌军部署在这里的兵力并不是精锐部队，正面是第35、36海步旅，对阵俄军的第60和第5近卫坦克旅。乌军第3坦克旅和第31机步旅部署在普里尤特涅，与俄军的第136摩步旅和第336海步旅作战。乌军第37海步旅和第4坦克旅部署在新顿涅茨克，与俄军第40海步旅对峙。在更东一些的新马约尔斯克，乌军第38海步旅与俄军第37近卫摩步旅有小规模交火，曾短暂攻入村内。
但被俄军炮火逼退。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乌军在兵力上并没有太多优势，主要还是因为将反攻重点放在了扎波罗热。另外还有一个比较致命的问题，不知道乌克兰总参谋部有没有注意到，那就是这个地方其实是俄军嵌入乌军战线的突出部。乌军在正面进攻旧马约尔斯克的时候就已经上了俄军的当。相对来说，旧马约尔斯克与乌罗扎因是河谷地形，本来就难以防守。俄军在这里阻击很长一段时间后才撤退，并成功将乌军吸引到这里，而不是新顿涅茨克和普里尤特涅。后来乌军难以攻克扎维特内巴赞尼亚后，发现真正应该攻打的目标在左翼，这样才能攻破俄军防线。新顿涅茨克和普里尤特涅相比，还是前者的价值更大一些，因为向东是弗洛达。如果能在新顿涅茨克取得突破，就有机会一石多鸟，向俄军2翼发动进攻。当然，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想法是我都想要，所以在这些防线都部署了部队，不断发动规模有限的进攻，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没有取得突破。如今乌军第36海步旅仍在乌洛扎因一带，普里尤特涅和新顿涅茨克也没有见到有效的进展。为了能取得进展，乌军也是将第38海步旅调来，如果确定在这里发动新的进攻，可能还会调来更多的部队。虽然现在已经有不少兵力在此了。需要指出的是，乌军海步旅与俄军海步旅可不是一回事。俄军的海步旅称得上是精锐，与空降兵齐名，既是进攻时的矛尖，也是防御时的救火队。相较之下，乌军海步旅就比较弱了，与乌克兰海军也没有关系。第38海步旅的前身是海军陆战队第503独立营，在今年2月份才正式扩编。从这里也能看得出来，乌军选择这个方向突破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兵力，在俄军同样重兵设防的地区实现突破。如果乌军拿到 F-16与 M1 坦克之后，可能还有机会。当然，北约第2款先进战机也将来到乌克兰了，同样能带来一些优势。根据瑞典媒体报道，乌克兰飞行员与技术保障人员目前已经抵达瑞典，正在接受瑞典 JAS-39鹰狮战斗机驾驶和维护保养培训。同时，瑞典正在评估向乌克兰援助鹰狮战斗机的可能性。作为欧洲三雄之一 ，JAS-39是专门针对苏俄战机研发的4代机。从研发开始，所有的假想敌目标都是苏俄，这也使得外界认为 JAS-39能发挥的作用将远超 F-16。是最合适乌克兰空军的战机。1988年12月9日，第一架 JAS-39成功首飞。1996年开始在瑞典空军服役。截至目前 ，JAS-39总产量虽然只有271架，但已经完成了2轮性能提升，发展出了 A、C、E 3大系列，以及10余个改型。由于瑞典此前处于冷战对抗最前沿，所以这些系列都具备了 F-16所不具备的一个性能，具备分散部署的能力，可以在高速公路上起降，避免因为机场遭受打击而失去战斗力。瑞典的森林面积大，没有办法大量的修建机场，所以战机需要就在部分干线道路上进行起降。在研发上，跟前面的 JAS-35、JAS-37一样 ，JAS-39战机拥有出色的短距起降能力。其实 JAS-37通过反推力装置已经能把起降距离做到了极致，但因为它的整机比较重，不但起落架要加强，路面也要加强，所以只能在部分路段上起降。而 JAS-39因为机体小，重量轻，空重只有 6.5 吨，不但起落架的压力小很多，也不需要对路面进行特别加强，对起降路面要求更低，距离更短，一小段高速公路就完全足够了。乌克兰境内的所有大型机场都在俄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北约军援的战机就算送到乌克兰，选择在哪里起降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乌克兰非常偏爱可以在600米距离进行起降的鹰狮战斗机，这也是俄罗斯为什么反应这么大的原因。在空战方面 ，JAS-39可以兼容绝大多数北约制式武器，例如美制 AIM-9、AIM-120以及流星导弹等。在对地攻击方面，也可以装备 AGM-65、AGM-154以及 GBU-39等。这样的一款武器，无疑是为乌克兰空军增加了一种新的能通用欧洲导弹武器的平台。JAS-39鹰狮战斗机还具备非常优秀的可靠性与可维护性。另外 ，JAS-39鹰狮战斗机的地勤人员全部独立工作，每个维护小组配备3辆卡车与6名维护保养人员，为战机提供降落补给以及维护。后勤小组可以通过运输卡车在各个位置移动转场。另外，在操作性上 ，JAS-39通过高度集成的座舱，降低了飞行员的操作负担。
1部衍射平视显示器和3部大型彩色多功能显示屏为飞行员提供飞行态势的信息，飞行员可以根据直接呈现的传感数据和信息来操作战机。同时，该战机使用 PS-05A 脉冲多普勒多功能火控雷达，可以对空、对地目标进行自动跟踪，在担负侦察任务的同时，还具备出色的地形测绘能力。这些特点大大降低了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时间。从整体的培训周期来看，如果 F-16要培训3个月的话，那么 JS-39只要1个月就够了。有了灵活的起降条件，有了简单上手的操作，剩下的只用开火就可以了。虽然鹰狮战斗机难以为乌克兰夺取制空权，但可以用来打击俄军3大精锐部队，例如远程炮兵、火箭炮部队以及陆上航空兵和空天攻击机。俄军在远程火力上的优势，可以让炮兵部署在战线后方，利用数量和弹药方面的优势与乌军进行消耗战。在火箭炮方面，凭借着射程的优势，俄军火箭炮在远离战线地方发射，而在上空，俄军还会出动武装直升机或攻击机打击乌军地面部队。但在 JS-39 鹰狮战斗机来了之后，情况就会改变了。中距离空战能力和对地精确打击能力可以帮助乌克兰解决最大的一个缺陷，缺乏近距离空中掩护和近距离对地打击。只是目前不知道瑞典能为乌克兰提供多少架战机，这些战机又能什么时候抵达战场？北约加把劲儿吧，赶紧为乌克兰送来威力大、射程远又好操作的武器，在冬季到来之前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助力。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